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大书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主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就是每个人的人生走到这一步，你觉得是上天的安排，还是自我意志的驱使？人生到底是怎么走的？这我觉得有很多因素造成了成就了现在的我们。所以我们三位大叔到底是身不由己，还是自己创造人生、开创人生？这个可以聊一聊。好深的主题哦，非常深。对啊，上来就把我们镇住。我们需要这个已经结婚的灿叔他应该有很多感触感触良多，我们就由他抛砖引玉一下吧。好的，好的，我觉得我有资格说这个话题是啊，对。其实我觉得，本来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只想了一个。刚才听茶叔这么说，就想，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身不由己的，或者被推着走在那一步的，真的还挺多的。你会想，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很多东西都是莫名其妙就走的那一步。我就说一个比较早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因为作为一个男生啊，在荷尔蒙比较旺盛的时候，多少都会喜欢女生，对不对？我相信多少会喜欢更喜欢男生。对，另外一面终于泄露出来了，对不对？是的，你们不知道咩？为什么要然后你们组成大树中文啊？我的目的突然毛毛的，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有喜欢过女生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更多可能暗恋会比较多。我小学就喜欢过。一会儿你来给我说，比较早熟一点，身不由己的。是我觉得我一直是可能你们不要看我现在可能嘻嘻哈哈，其实我在上学阶段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啊，就是我基本上不怎么和别人说话啊，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深沉的人啊，想的东西也比较深刻，然后基本上和女孩子接触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接触再少，你远远的看到一些姑娘，你总会喜欢的吧，对不对？我后来才知道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才知道有很多姑娘都喜欢我，好后悔啊。这个好吧。然后有这种经验我也有，所以很正常。对，言归正传啊，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姑娘，那个姑娘我觉得喜欢就是有点，其实就是应该有很多的臆想的成分啊，因为我年轻时候喜欢一个人或单恋一个人的时候，会加入自己太多太多的想象，因为刚好那个姑娘就是我当时搬家搬到那个地方，刚好那个姑娘和我住在同一幢楼，不同的单元，不同的单元就是不同一个楼梯上去，刚好楼层好像都是一样的，你会觉得冥冥之中又在同一个高中同一个班级你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你首先会莫名其妙的关注这个姑娘，然后这个姑娘可能刚好又是那种还挺聪明的，是可能刚好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的那个状态，她其实没有那么符合，但是在那个状态下你会美化她。然后呢，上课的时候不好好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坐在第4、5排，姑娘坐在第1、2排，远远的看到阳光照进来那个耳朵这个很漂亮，然后就心惊荡漾然后就然后你的臆想是什么呀？就是觉得天注定你们是一对儿啊，还是？那也没有什么天注定，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很适合我就应该，我们应该是谈一场吧，等等在一起等等。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重点班的，我们班的学习氛围非常好，就是大家其实整体没有怎么谈恋爱的这个一对一对啊什么的，好像只有一对，就是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后来离婚了我说过就是他们曾经好废话，这都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高中阶段我并没有表白和那个姑娘说我喜欢你等等，就是这个就涉及了我回到刚才的主题，就是我被迫的身不由己的做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本来不应该也不要做，其实也无所谓，也没有那么后悔。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有个好朋友，
我那个好朋友他自己喜欢我们班的一个姑娘，还约着人家去出来看电影啊等等啊。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喜欢谁啊谁谁，我本来也不想说，后来禁不住他软磨硬泡，我就说哎，我觉得那个谁谁谁还挺好的，我有那么一点点。然后这个大喇叭就开始给我到处打电话宣传，给我们班他认识的所有人，男同学女同学，包括班主任他都跟我说，他说啊那谁李畅喜欢的谁谁谁，然后我就被架在上面了。就是我因为架在那里了，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暗恋的对象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做这个事情。那只能硬着头皮，首先什么写情书啊，然后呢，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之前我跟你们说我是比较内向的，我并不属于我们班的任何一个圈子。但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的关系，我这个朋友很玩得来，很吃得开。他就把我带进他的那些圈子里头，我就跟着他一起玩一玩，所以刚好那个女生其实也算是他们若即若离的属于那个小圈子，所以我就跟他们走得比较近。刚好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到了发情期吧，我觉得就是就这样，好多就是好多姑娘不是好多小伙子都开始去追求自己之前可能暗恋的这个姑娘，都有这个情愫。然后都慢慢就那什么，我当时也比较笨拙，就是成天就是也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就见到那个姑娘，就当时我们用的 QQ 比较多啊，当时是我们的这个通讯工具 QQ 比较多一点，就成天和人家发 QQ 啊，说一些有的没的，但是那个姑娘也不是很积极，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大学我才知道，就是当时有另外一个男生在追那个姑娘，啊，那个男生。他很聪明啊，就是他很会说话，就是我一直因为比较内向很笨拙，所以找这个姑娘成天聊一些比较高深的话题，比如说哲学问题啊等等，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等等这种东西。然后然后那个姑娘还和她的一个朋友吐槽过我，反正是这样。就是到后面就是不得不被推的就做这个事情，其实就下不来了，就是一整个暑假都在做这个事情，甚至到了这个大学。还在前半个学期还在做这个事情，心里总感觉好像很喜欢这个姑娘，但是可是你不喜欢，其实我开始听着就是感觉还是蛮喜欢，然后你行动了，就是到目前还是挺积极的一个事儿，但是感觉好像你有什么难言之隐。没有难言之隐，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可能有3-4分的喜欢，但是你被推着往前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90分喜欢。但其实等到比如是上了大学之后，离开那个环境，然后接触新鲜的事情等等，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做这个事情，因为等到后面我在大学，我们再回就是大学暑假再回老家，再遇到那个姑娘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去很清楚的去看她。因为在前期的时候，你会带着朦朦胧胧的，甚至都不怎么敢仔细的看他。就像你说，就像我刚才和你们说的，可能在教室后面偷偷的看他，那看到他不是他的全貌，可能是当时这个阳光造成了一些幻影、幻象。对，所以等到真正去看到他的时候，再发现，哎，这个姑娘怎么这么瘦？这个头有点大，是吧？缺点很多，就是你会发现看到他很真实的样子，你会发现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喜欢他，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其实我是觉得人生中有很多这种事情，我不是单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做一些决定，它未必是你100%真心的当下想好的，我决定这样去做，而是说可能被一些事情推着往前走，被一些人推着往前走。就是我会发现我的人生里面的很多决定也是这个样子，包括来西安等等，我都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的我就来了。我那个朋友就当时那个大喇叭那个朋友，他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清晰的规划。他当时就是考公务员考入我们地区下面另外一个县，他就和我说他要找一个比较有钱人家的这个姑娘，然后呢到时呢到时让我去找他玩的时候，他已经开着宝马或者奔驰来接我等等。他后来当然也没有说到那个程度，但他确实找了一个姑娘，就是家里家境会比较好，就是他一步一步的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生，一步步是按照他大概基本上按照他的想要的方式去走的。
但是我这个人，我会发现我到目前的人生，很大一部分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好像被一些东西往前推着走一走，我再走一走，然后只是说到现在，可能都40岁的时候，我发现，哎，现在有些东西我会清晰点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不是很确定我自己要干什么，我更多是被推着往前走的。所以现在把这个球推给你们，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聊一聊。谁来举手？变出满脸想要说话的脸。笨叔来 ，come on， 陈年往事扒出来。没有被蔡叔说服这个故事。我不需要说服你什么，我只是在描述一个状态啊。我知道啊，那这个状态，那就高中啊，高中就是这个状态啊，因为就是我们因为所有的这个高中生发情期不是，就高中生很苦啊，大陆的高中生，因为要这个准备高考，所以高中就是早上7点就要上早自习，然后上到8点到12点上早上的课，然后中午吃完午饭，然后下午接着上课，然后6点上完课还要再上3个小时晚自习，就是晚自习还做不完作业，然后回家之后再从那个9、10点再做到凌晨1、2点这样。你的高中生活一听怎么这么苦？大家一听我的高中生活，哎，还可以暗恋，你这高中生活是什么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高中就是就是自己做不了任何决定，但是你在这个系统里边，你就是被推着每天跟着体制每天做一个学习机器。然后我觉得我人生那几年是多么美好的，年轻的可以去就是尝试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这种体育活动啊，或者是兴趣爱好的这么美好的时光，然后感觉好像不只是高中，从初中小学就是小时候这么多年都在学校里边，就感觉人生就是被浪费掉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你死记硬背啊，你做那么多题啊，每天就是在真的我那个书桌上就是被围绕着，就是有20多个课本啊，一座小山一样在我的课桌上，对，基本上都堆在那里，对不对？对，回家之后也是桌子上都是这个各种练习册呀、课本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察觉不到，因为你是身在其中，大家都这么做，你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但是我现在这个时间再回头看的话，我年轻的小时候学生时光就是那么好的时光，就那么几年，然后我都就是被迫在高中去学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我回想我那个时候学的知识，我都想不起来，因为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就感觉干嘛把那么美好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个学校里，就为了准备一个考试啊。就我是觉得这种让我挺遗憾的，就觉得如果让我再活一遍的话，我肯定就是不会去这么。那我再给你努力的再活一次的机会，你会怎么活？这个高中生不是你再活，Ben叔，你再活一次，不要这样，除非你不在中国啊，因为中国的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除非你到别的体制，心态不一样吗？别的国家。其实也是差一个信息差的东西。那现在我教很多学生，然后有很多学生他们伴侣是这个中国人，所以在中国大陆生活嘛。那他们的孩子就去国际学校啊，去国际学校就感觉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感觉在国际学校里就是老师这个真的是各种兴趣爱好都帮他们培养，然后就是也是同样生活在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如果就是不走这个高考的这种体系，走那种什么 A level 啊，或者是 SAT 啊，就这种美国英国的这种国际教育的体系的话，也可以就是孩子可以快快乐乐的成长啊。因为我父母我不说了嘛，小时候他们都不太想管我，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国际学校的这种渠道，如果他们就是了解的多一点，可能给我换一个环境的话，我觉得小时候会快乐很多啊。
你大庆有国际学校吗？没有啊，但是我可以去别的省借读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是其实是可以避开的，可以走其他的体系，但是就是选择了一个最累的一条路，因为正好我是1988年出生的嘛，跟哦，你只我比我小同2岁，龄的。我还以为你小很多岁啊。对啊，就对对，是跟我同龄的人，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人口这个生育的这个高峰嘛，所以嗯嗯，每一个班，像高中每一个班都是至少70-80个人啊，哦，这么多人，所以对啊，在我那个班里边，就感觉老师也不会特别的去重视每一个人啊，大家就是为了高考而聚在一起啊，然后就是觉得被迫的呀。这个我还小，我也不知道任何信息渠道，就嗯嗯被迫的要过一个很学习机器、很苦逼的一个生活。嗯，你看你一下把这格局给拔高了，我只是说我被我这个大喇叭同学给推着往前走，你是被整个体制推着往前走，我有点 emo 了，被你说的好啊。茶叔，你有没有让人开心一点的回忆？没有，我觉得，嗯就是在中国，包括在台湾也是这样啦，就嗯，是身在社会就是这样吧。对，嗯你就算像欧美，他们也有他们的制度跟小孩子嗯该走的过程。嗯对，我嗯我一直觉得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然后当然中国就更制度化、更嗯制式化、更标准化的感觉，好像我们是个工厂，要把孩子们做成一个一个的成品那种感觉，更多一点。主要竞争太那激烈了，因为好学校、好的大学少，然后考生太多，就的确，只能对，对，的确也是以考试为导向，所以大家就是嗯读书。你不像欧美的小孩子，他可以有更多时间放在社团或人际关嗯系上。我觉得当然在中国是更少的。但是我觉得制度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突破的。就算你去读国际学校，其实可嗯能很多读国际学校的学生，其实到最后还是回归了中国要考嗯，试的体制。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可对，能这个有一可点，我能国喜，是觉得认同茶嗯叔，就是你就算读嗯，国际学校，除非你就后面的人生是想在国外度你除过，非就出国啦，对对，啊，你要是想对对对，在中国生活，其实你不适应中国这种嗯，环境，中国就是集体制度这种环境，这种非常对啊，浓的、浓厚的这种状态，你小时候没有嗯去适应这种状态，等到你长大之后，你是嗯。不会适应这种状态的，没办法。对，所以，不是，我是说会轻松，学业压力很小，因为就是这就是文化个上你是没办法适嗯应啦。对呀、你就算到了职场，嗯是啊，你因为小时候过的是国际学校的教育方式，你可是，能不嗯适应中国的职场伦理或什么，那个就有很大的，除非你到国外嗯，去是的，生活，是的，那就另当别论。对啊，所以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我觉得，是大家嗯都，我的意思，我的点不是这个，我的点是嗯，说，大家那时候就是大部分人觉得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的道路，对，但是你可对，以就是去国外这个可能更好的大学，因为大家目标都是去好大学，去考一个好的文凭嘛，那你嗯嗯，将来进入社会就更有竞争力嘛。那可能在国内生活的话，没有这个信息差，觉得天花板就是这个就是北大和清华，但其实就是如果你就是走这种国际学校的这个路线的话，你你你可能那个晚上5-6点就下学了，然后你准备的考试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国外的那个就是大学需要参加的那种考试，然后那种考试的话，竞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没有要比那个高考要容易得多得多，所以就是可能同样是你进入一个好的大学，但是你可以能省下来很多很多的时间，去看你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爱好或者天赋。像我小时候，我这些时间，我就是现在就是工作，我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啊。我就觉得小时候可能没有去探索，说不定如果我小时候去，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可能会就是像外国孩子一样。现在我看我很多现在的这边的同龄人，他们就是自己有各种各样有趣的爱好，我觉得
他们小时候就家长就注重培养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像我就是感觉自己也小时候没去尝试把自己放在包裹在一个就是学习的环境里面，就是出来之后还是就是觉得工作和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太懂怎么去找一些自己是否热爱的其他的事情，我就是觉得这个很可惜，就是觉得如果我自己重来的话，我可能会想去少学习，去多做别的事情，然后好像其他人一样，就是可能说不定我也喜欢那种到处骑这种山地自行车呀，或者是去冲浪啊，或者是去这个去画画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这种野外的活动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就是大了之后，反而就是不太敢去迈出这一步了啊。是这个是我的点啊，不是说适不适应哪个社会的生活什么的。对，我明白你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一个中国和国外有一个年代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其实国外他们比较早迈进那一步，就是认为不一定上大学就有用，大学其实只是一个选择，进去也不是为了找好工作，上大学是真的就是学点东西。因为他们很早，我记得德国呢很多地方很早已经进行职业化的教育吧，在小学还是什么已经开始分流了。但中国父母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国首先人口基数特别大，还有在我们上一辈他们很多是这个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很多这可能实现阶级的跃迁，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因为高考考得好，他进入大城市，他的生活实现了跃迁，甚至整个家族都实现了跃迁，所以有这么一个路径依赖，认为只有这样才行。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个路慢慢已经在被堵死，就这种路就是说不可能完全通过教育，完全通过考试实现这么一个路径。所以现在其实因为现在是这个互联网社会，大家也会发现现在的很多有钱的人，甚至造富神话等等，他们未必都是当时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很多反倒是以前小时候可能不好好上学的，琢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琢磨得很深，然后呢因为通过互联网这个机会把它这个放大了。就像以前小学的上学的时候，很多孩子上课不好好上，喜欢接嘴，老师说什么喜欢接嘴，但这些人可能刚好把嘴皮子练得很好，特别能说会道，以后长大之后可能去当喜剧演员呐，甚至去直播啊等等，很多都很火。就现在其实有很多家长，其实我是觉得现在中国的家长的思维也在发生变化，因为我是一个爸爸嘛，我们的思维其实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看到越来越多的，首先是在可能前10年左右这个状态里头，很多孩子因为压力太大，父母鸡娃给的压力太多，很多孩子得抑郁症的越来越多，这是一点。然后中国的父母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很多就算读了985、211，甚至出国了研究生等等，很多孩子回来之后要找不到工作还是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且会发现很多父母发现，就是他们这一辈的自己的孩子赚的钱远远比不上自己，就是中国现在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们赚的钱远远比不上自己，就是可能之前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金钱、精力、时间去培养一个孩子，甚至花了上百万的孩子，就是投资进去之后，这个孩子读了一路读出去，然后再回来，发现工资可能才几千块。就是中国的父母慢慢也会变得越来越实际，发现读书也不是完全唯一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年代差，就中国它走到这一步需要一个时间，首先需要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然后整个社会首先是政策上的原因，中国政府政策在转向，也会让你觉得其实学习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第一线的这个经验就知道，现在中国的这个教育局不断的去派人下来，就是不断去就是明察暗访一些学校不能有这个布置课外作业，就是当然这个现在还是流于一些形式，但是这是一个大方向，它可能真正要落地还要10年左右，未必是就是马上能实现，但是国家政策在转向，就是让大家长们慢慢明白，
学习并不是唯一的道路，读大学、高考并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也慢慢清楚，就是孩子可能更需要首先松绑孩子这个学习啊等等。我其实和我老婆也是这个样子。之前因为瑶瑶其实还挺聪明的，我们会把很多精力放在她推进她学习上面。现在反倒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兴趣爱好其实是一个点。兴趣爱好我是相信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他自己会找到。最主要是应该是培养他的一些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能坚持下去这种韧性，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化。当然像笨叔之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我和他只差2岁，应该差不了太多，就是提山酷海这样过来的。那没有办法，那个年代就是很多人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可能只能这样说，没办法，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查出那个年代应该在台湾也差不了太多，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也都在发生变化。不是说国外特别好，只是因为他们富裕的比较早，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想法。对，但是你这个我觉得想法其实是，不，茶叔我先说吧，你先说，你先说，我一会儿说。但其实就是说来说去，感觉好像就是建立的这个基础是说要找一个好工作，有好的这个工资，感觉好像就是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整个社会这个大众的想法，还是说很着急让孩子就是将来一定要有好工作、稳定的工作、好的收入啊。未必，你说先。对啊，我在这边的话，就是没有觉得就是找一个特别大的，在就是国外这边的话，就感觉好像就是还是挺注重就是你其他的人生的一些爱好，然后去享受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在国内的话，还是会觉得被主流的这个大家的想法这个裹挟着，就是感觉还是不会把这个兴趣爱好当成一个必需品啊，会觉得还是学习上会更重要，可能会把爱好什么的放在这个第2位，就是永远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啊。我看你的表情，你不要看我表情，要反驳的表情，有点害怕。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就是现在我觉得，算了，茶叔想说什么？你不要怕，你表达完了。灿叔不是想要反驳笨叔的意见吗？对，我没有要反驳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立场的不一样嘛。我只是纯粹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去说这个事情。还有我是觉得可能中国人本来骨子里就是比较勤奋的，真的，中国人就是习惯性的，反正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的中国人，我觉得整体还是以勤奋为主。但是说实话，这个国家再富裕一个100年，那你就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怎么样的了。因为因为我喜欢看历史，我也知道就是慢慢的到强盛之后，很多人就慢慢开始享受啊生活。那所谓的很多兴趣爱好，当然就是享受生活的部分，我让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那你没法对个人就说他这样做你任何批判性的意思，因为没有关系，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过怎么样的生活。其实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现在更多就希望他能过自己开心一些的生活。然后自己，我是觉得就是我对自己一个要求，就是自己能力再强一点，然后容许孩子有更多犯错的机会，就容错的机会。你在人生里头有做各种选择，这种选择其实你可以都去试一试，找到一个自己真的比较喜欢的，而且你觉得，其实我是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当然能找到一个兴趣爱好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对于我而言，能找到一些能实现你自己价值，让你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一些状态也很重要。这个就是其实理念的不同，没有对错之分。所以我是觉得这都是理念的想法的问题，没有对错。是这样，你不要害怕。不是害怕，我就是觉得就是
每次回国跟好朋友就是聊天的时候，就是感觉大家聊的东西就是抱怨自己的工作呀，或者是工作里边做出的一些成绩啊，就是对，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啊，就感觉大家好像不然就是在家里休息，要不就是聊工作的东西，就是好像跳不出这个圈子，感觉所有聊的一起，要不就是投资啊，这个怎么花钱，那个就是去做一些这种理财产品啊，这些就是感觉聊的东西好像就是都是感觉跟钱分不开啊，然后就觉得爱好的东西就是你见到这个朋友，你就已经知道要聊什么东西了，就是感觉没有其他的事情。但而且去公园什么的话，看到都是这个可能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呀、老头老太太呀比较多啊，就感觉看到的这个年轻人做这种活动的比较少啊，就感觉大家好像都在很卷的状态，大家都想去，就是去奋斗啊，去努力啊，感觉好像没有时间去真的停下来听听自己到底想不想做一些自己更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也是从小就是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大家也都是这样的生活，可能现在也不去想自己就是要不要做一些其他的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这个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身不由己，就是你一旦被裹挟进去之后，不管是体制的还是生活本身的，或者你做了一个选择，你选择结婚了，对吧？你有了孩子，你被裹挟进去之后，你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生活不会允许你去停留去想什么，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比如说你当了你结了婚生了孩子，你必须考虑这个孩子的很多事情。但是为什么现在我是觉得，因为可能我也年纪大了，我并不是说对中国现在年轻人的很多想法完全能理解，因为现在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就是中国年轻人，他们说在大学的时候都已经不谈恋爱了，他们认为谈恋爱这个成本太大了，真的很多都不谈恋爱了，觉得谈恋爱的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觉得很麻烦。那其实说实话，就是年轻一代的很多想法，可能和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是30、40岁以上的人了，所以他们很多想法都不一样了，不知道。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一定是因为你的角度是我是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在外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中国这些事情，你偶尔回来。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在这个巴塞罗那海边走一走，就是各种年龄层的人都有，比如有的人在那儿玩这个滑板或者冲浪、水上运动、帆船，有的人就是在那儿踢足球或者打沙滩排球，或者大家在那儿一起地上做瑜伽，然后就是感觉这个还有这个跑步的、骑自行车的，就是感觉哇，大家还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是你可能都好多都没有见过的那种活动，就感觉大家怎么这么有时间，然后感觉这个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你们都不需要工作的吗？都不需要去就是干一些正事儿嘛，所谓的正事儿但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从小到大我的家庭啊，或者是社会带给我的，因为觉得我不应该去这个好像去花那个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好像对你的事业或者对你的那个个人那个赚钱好像无关的事情，好像就是感觉跟我的生活隔离开了啊。为什么我就看他们我比较羡慕，为什么我就不能活成那样的一个模板？为什么我在我自己的一个无形的自己给自己架出来的一个框架里就觉得我应该再努力的去工作，去赶紧去买一套房子，去赶紧去这个赚更多的钱。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这种身不由己，我会觉得就是不是我没必要去给自己设限，去放到一个框框里边，但是我就是感觉就是可能生活久了，自己意识不到这个东西，一直觉得自己反而自己坚持的东西是对的，
但是我在这边看了大家那么快乐的去做一些活动啊，做自己兴趣爱好的时候，我会有一点觉得，我干嘛要就是活那种很累的那种版本？为什么我对啊，不可以变轻松一叔，点的那种版本？那你为什么？对啊，我想问你问题，让我先问，这不就这个主题吗？主题不就是你被裹挟着吗？所以就讲这个呀，这个对，就是那我问你啊，你已经跳出中国这个环境了，说实话，你其实已经跳出这个潮流之外了，你其实已经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了，你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了，对，但是你好像还在之前的潮流里。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从小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啊。我觉得如果我的父母啊，或者我的学校不去注重培养，让我去尝试一些东西的话，就是人，我觉得到一定年纪就定型了，不是说你想开始就随意开始的啊，就是人家都已经轻车熟路了，然后我这边进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觉处处都比不上别人呢，或者是就是一个新手就自己不是啊，我不是这样想。你看茶叔这么大年纪，他还在学新东西，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好像我是觉得就是在你的生活里。我不是说他们当然每个人已经有很多事情在做，甚至像你说从小有培养起来的事情在做，但有些东西也是各种在享受生活呀。但我感觉在你的生活里，你更多还是在工作呀，你工作的强度可是很高的。对啊，就是被限制住了呀。就是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看完了你马上就能调整的啊，特别是大了以后，我觉得小时候还行。我俩对你都很难被你现在对你来说，工作是给你安全感，还是你怕失去？你怕没有工作，你会没有生活重心呢？我所谓的安全感是给你经济上的安全感，还是你两者其实都很怕的？不是啊，就是我没有别的爱好，因为没有别的爱好所以就只能做工作呀，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又是已经过了那种想要去发展一个爱好的从头开始的一个阶段。不会太晚，因为你看年纪一大把的例子在这，我都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可能家境不好，然后其实也是一样，教育制度就是逼着我们就只能读书，爱好什么的都不会去想。其实本来也不会去想，因为你的世界里只有读书，你没有其他的。甚至你说谈恋爱什么，那个基本上学校老师都不鼓励，所以你也觉得那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小时候是有一些兴趣爱好的。因为我就记得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看到钢琴我很喜欢，我就小时候跟我爸说我想要学钢琴，结果我爸没有钱给我买钢琴，他就说那个是女生学的，你男生不能学，所以我就放下了。但是我心里一直记得我喜欢钢琴这件事情。对，所以我现在长大了，我不是说我钱够用了，而是说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比赚钱重要，所以我就决定去，可能在这么大的年纪，我决定去捡回一些小时候可能曾经有过的梦想或爱好。然后当我捡回来的时候，我一开始也很怕，我怕我会放弃，可能太难。但是我发现，当你只要开始，很多事情只要开始，很多事都会水到渠成。然后包括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会古筝，不可能的，离我非常遥远的乐器，我现在也会，不是那个很厉害，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强大到足够去享受这个乐器。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学生们学中文，我突然觉得，可能学生觉得中文流利很重要。我现在学钢琴的过程中，或学乐器的过程中，我觉得把钢琴练到跟专家一样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弹钢琴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个音乐让我的心平静下来。然后这种力量让我每天都要练习，因为我可能每天的某一个时刻会很烦躁，
会很不安，会很彷徨，会需要有人指引。但是我知道，如果是音乐的指引，那个心情会沉淀的更快、更舒服。所以我就觉得，慢慢这种动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平静、安静下来的力量。我自然而然每天都在弹，我没有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一定要做。所以我觉得爱好这种东西其实是很神奇的，它不是很遥远的东西，但是我就说开始最难，因为当你发现这个爱好发挥力量了，你会觉得它对你的人生是非常有发挥作用的，非常有功能的。所以我现在就发现说永远都不晚，我真的也是前1-2年才想到要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我知道是不晚，但是我觉得社会给你就是有一种束缚，无形的束缚。比如说你把这个事情你放到高中这个语境里边，你有那么着急的高考要准备，那你这时候去弹钢琴，可能就会有无数的人跳出来说啊，你为什么那个不好好的去准备考试啊？这个是改变你一辈子命运的一件事。然后你现在还花一些时间在这边弹钢琴，就是可能有一种条件反射吧，就是虽然现在已经不用高考了，但是你想要去开始一个东西的时候，但是小时候好像因为这些东西好像就是我现在说一个大实话啦，我心里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们2个好像很容易被过去给困住。这是我的感觉哦，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对对对，我从你们的谈话中，过去我们聊各种播客的语气、情感跟表情，我都觉得你们太容易被过去困住了。对，我很早就知道我不要当这种人，因为我小时候家境不好，你们知道，然后我父母的常常吵架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早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要被这些负面关系给困住，我不要被人的期望所困住，我不要被任何我不喜欢的能量困住。所以我从小就是说，你们说的体制我都认同，台湾的体制也是大同小异，就是你好像要照着大人或社会给你的规范或道路或轨迹去走。我承认我也是这样走出来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做自己，我一定不要被一些能量困住。所以你像我现在当志愿者，我现在包括我做直播课，我都觉得我就是做，我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做。然后我不要被可能吗？可以吗？好不好？这种疑问句困住，我就先做了再说。我知道我的选择会有不是那么好的结果，或者有好的结果。总之我会进步一点点。我知道这样就好了，我就去做。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的环境会让我觉得，我如果困在这样的负能量或关系里面，我真的不会进步，我也永远走不出来。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像包括爱好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前我会想说，我可能没有钱买乐器，这可能是我一个给自己的设限。但是现在不一样，我现在有经济能力了，我不是小孩了，体制也管不了我了。我现在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做。那其实很多设限是自己想出来的，为了不要跳脱这个舒适圈。我就先把自己困住，然后我直接讲了，我把自己困住，然后我怪给体制，是体制让我这样的，但是其实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现在是自由的你有经济能力买你爱好所需的器材，你有能力选择住在哪里，你有能力，就是我现在也不需要去学校读书。我有办法选择教育我自己，充实我自己的机会。对，所以你像我现在，我就觉得我现在是自由的，我都这样告诉自己，我现在是自由的。我现在不做，我要几岁做？我都50岁了，
我现在不做，我要什么时候做？我现在都这样告诉自己，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每一年要给自己一个礼物，因为我时日无多，我要给自己更多的变化，更多的享受。我会这样告诉自己，对啊。因为贝叔，我觉得你刚刚说，你刚刚说的限制都过去了，你现在是自由的，我同意你现在真的是自由的啊。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个惯性在里边，就是或者是一个从众心理吧，就是你觉得大环境说这是一个对的事情，我可能就会觉得我这么做，然后去努力工作去赚钱。贝叔，我跟你讲，你就改变那个人的想法，或者你就改变大家的想法。你像我爸就觉得我爸一直觉得我在家里不务正业，因为他是老一辈的想法，他觉得在家里线上教课怎么可能赚钱，盯着电脑怎么会赚钱，你要跟大家一样坐办公室朝9晚5，这才是赚钱。他前几年的想法是这样子，后来他发现我是有收入的，然后我也可以全心照顾他，跟那个时候照顾我妈妈，他想法改变了，他觉得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原来在家里盯着电脑也可以赚钱。那我就跟他说，我要改变你的想法，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你儿子也不一样了，这世界是不一样的，你也要不一样，不是我要顺应你的想法，我会这样觉得啦。对啊，对，我其实也没要改变自己或者改变世界，改变谁，我就是觉得这个状态是一个被裹挟着往前走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改变自己先改变自己最重要。对啊，对啊，但是这个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嘛，无形的这个对啊，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意思啊。是，茶叔不是要这个状态的例子吗？不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大家会被身不由己或者随波逐流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就是感觉海浪在推着你笨叔是给咱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方向，但是就觉得这个海浪在推着我往一个方向走啊。当然我自己肯定我想滑也可以开始滑，但是如果我不滑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个浪会推着我往一个方向走，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当然我知道我要想滑，我可以往任何方向滑，但是就是如果我停下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无论说的体制啊、教育体制什么的，都是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这个东西，已经有一个浪在把我推向一个方向，我是这个意思啊。我懂的意思。对，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笨叔说这个状态，就是我一开始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会身不由己做很多事情。从大的小的都有，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茶叔说的，我和笨叔被过去捆的比较多，很多时候这个是实话，很多时候被过去的一些关系啊或者这个环境啊等等都捆的比较多。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举这个例子，比如说女生这个例子，那其实就是在当下自己没有想过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可以不去在乎他们，你就说我不可以不去追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之前觉得到西安来之后，很多行为都是被我当时的女朋友推着往前走，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啊等等，周末去她家照顾她的侄子啊等等，但其实我是有选择的，我可以不那样去做的。其实在这个过程，我和我老婆后来聊起来之后，就是说她其实反倒觉得要是我很多事情和她说得很清楚，我们可能当时感情会更好。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作茧自缚，都是自己内心把自己捆起来了而已。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虽然我们在人生当中确实会随波逐流，被推着往前走，甚至把自己困住，但是我们其实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是有选择的，就是看你选择做什么。你可以选择继续随波逐流，因为那是一条很熟悉的道路，也可以选择跳出来看一看，或者是不是有别的选择。就是但是我对你的一个，就是我和茶叔可能对你的一个很困惑的点，就是其实从你的言语里头听出来其实是很向往那种西班牙那种比较松弛那种状态的。而且这是为什么你在那里啊？对啊，对不对？你已经在那里了呀。对，你已经身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你周为什么你的边的这种心还在人，中国呢？对，你的心还在中国，为什么？把它拉回来吧。对啊，这个点是让我们很困惑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啊，去西班牙决定定居，就是你向往那里的生活方式，是啊跟就是随波逐很乐流，活的。就是顺流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你只要去划桨，那就是要动力气的呀。所以逆流而上。对呀，就是或者你换哪一个方向，都要使劲的呀。那我可能就是比较懒的那个人，可能觉得顺流走的话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我很困惑，就是说你已经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就是在西班牙定居国外了，定居下来，是那还有什么对你是难的呢？这个不难的，定居很容易，这是最难，我觉得定居很不容易啊。就是你难道工作支撑你就可以啊？就是有一份工作，你难道定居下来的目的就是羡慕他们吗？也不合理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工作的时数减少，只要在能够支撑你生活的一个水平。我不知道听哪个女老师告诉我，真的永远不要怕钱不够。总会有办法让你度过经济的状况。那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把工作时数变少，把寻找爱好或享受生活的比例提高？我的意思不是去出国旅游，那个都是一时的而已，而是融入到生活，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去不一定是爱好，我觉得可以就是走一走或运动。对，我找个好姑娘，真的，浪费点时间吧。我说个大实话，就是我觉得变数有一点，就是说你是不是用工作去麻醉了自己，然后就可以不用去想太多事情，就会变成是的，你这样有点就是本末倒置。对，因为工作太多，就是你可能健康也没顾到，你也没有时间思考我到底喜欢什么，或者我在西班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对，可能就会被工作太多而，可能也是因为懒，我就不想去想这些事情也好，反正工作一定会有收入，这样就好了，可能会这样子想，但是久了，这变成一个生活的模式了，你反而突破不了它，反正我就工作就好了，这是最简单的，对啊，没办法，怎么变成？我觉得不会没有，我觉得慢慢来，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就是你一天给自己10分钟也好，然后给自己慢慢10分钟变15分钟变半小时，慢慢来。这事业心太重了吧？就是有时候，对，就我觉得你要改变自己，因为你还年轻，但是人生有时候真的经不起消磨。对。然后我们不能让习惯，过度的习惯，然后让自己被引导入一个惯性里面去。好，就是好，就是我决定，我觉得再涨价。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先开始再说，万事起头难嘛。对，就你像我就是有时候我会想加入新项目，到我每一天的行程，我又开始想说，对啊，根本没时间，我没时间做怎么办？我后来发现，管它，我就先写进去。第一步我也没有做哦，先写进去而已哦。然后第二天稍微有点时间了，我昨天这么努力的写了这一条，我今天不做对得起昨天的自己吗？我今天就做个5分钟好了。就开始。对，后来我就变成一个习惯了，我就每天都会做，不做还有点奇怪。对，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我突然想到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笨叔这个状态，虽然他有点口是心非，你知道吗？就是他一直在说西班牙他们那个很好，在外面工作的时间都去享受人生等等，但是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他的脑子里，并不是让他很享受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有负罪感呢，就是对啊这个社会带给我的东西啊，就是我去做这个东西会觉得不是负罪感。这是一点，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认为啊，因为其实我和你在有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也不是那种很喜欢享受生活的人。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多的除了我的爱好之外，我没有那么多爱好啊。就是我也不是说那种享受生活的人，但是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会很满足。我是觉得你本身在做事情的时候很满足。我觉得因为你除了在教课之外，你还在开拓自己的这个领域。因为那天我突然在小红书上刷到你了，小红书上你已经有1万多个粉丝了，而且你在橱窗还在卖东西。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种工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能带给你很大的满足感。你虽然一直在说中国人很卷等等，这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和西班牙人相比，你是觉得中国人的状态太勤奋了，太努力了，你觉得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对你而言，你觉得要是你也像西班牙人这样去享受，你会有负罪感，因为从小到大你被裹挟这个环境里头，你的思想是这样去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现在也快40岁了，你的思想已经差不多定型了。就是说对你而言，对你这个人而言，在当下而言，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做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就是有很大的满足感的。这个东西带给你本身就是有些多巴胺的东西分泌出来的，你未必就需要一定要让自己很松弛下来，你可能反倒觉得有点无聊。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时候让我这样躺了一天我很难受，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很开心。所以对我这个人而言，我是觉得那推己及人，我觉得可能我不是说你完全是这个样子，但因为我觉得你在做，除了做大叔中文，自己频道也在做，小红书也在做，你甚至和别的老师也有一些合作项目。就是说你虽然有些项目可能是被推着往前走，有些人找你拒绝不了，但是有些其实你也想做，因为你觉得这也是我能力的展示，我也会把它做得很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同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带给我的愉悦感，我希望能在别的事情上找到，不是说我现在只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得我这个愉悦感。明白吗？那你去找呀。灿叔，你说你在工作中的愉悦感，可能是你通过阅读，你创造出新的作品出来，这个肯定是有一种有别于工作之外的。做大叔中文也是一样啊，成就感。教课也有。大叔中文我们说话就可以创作出产品出来，但是我觉得Ben叔的困境在于说，他做的那一些可能真的是被潮流推着走。另外就是也有钱赚，他就做了。但是他要的是一种兴趣驱动的那种满足感。就像灿叔，你阅读，你不只阅读，你享受，你还因为这个享受创作出产品。那Ben叔可能是很痛苦的做那些材料不会吧？但是他没有那种爱好或一个没有，因为他不是因为爱好驱动，而是可能是因为不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要再补充，我觉得这话我们会说很久，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等你可能是不管是财富自由还是老了之后你想干什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会写书啊等等。我记得那个时候笨叔曾经说过，他老了之后或者财富自由之后，他还想写一本关于语言教学的书，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他其实研究挺深的，挺有很多想法。我是觉得虽然可能教课对他是一些消耗，但他在里面肯定能获得很多能量的，不只是仅只是消耗而已。这是我的想法。对，是吧？它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这就让我就不能很快的去迈出这个对啊做兴趣爱好的这一步，就是有拉扯了。对，有拉扯。他很享受在里面好享受。哎呀，我想出去，哎呀，好难受。没有，我觉得啦，我觉得笨叔所谓的这种要有抽离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啦，肯定是要在中文教学以外的东西。对，不要在现在中文教学里了。我觉得人一定有很多面貌。对，那没有发现。我觉得笨叔把太多精力放在教学里。我不相信你所有的愉悦感都来自于教学，不可能。对啊，我觉得不可能。人一定有很多值得体验的、值得冒险的事情。我同意，非常同意。绝对不是说我
财富自由了，我出一本语言教学书，压力更大吧？又卷进去了。我觉得对，一定要跳脱中文教学以外，找到不同面貌的自己，这才是正途。这才是发掘不一样的自己的一个机会。对，我就是大家批评的那种既要又要，对，就是我就是放不下就开始不了新的东西，就是还是得放下一些东西。人一定要取舍了，我觉得人一定要取舍。是，对，你没有取舍，你人一直握着就不会有放别的东西的空间嘛。所以你一定要放开，就可以掌握所有的东西。所以就一定要牺牲，比如说这个牺牲可能是钱赚少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你才会获得更多钱无法去计算的东西。对啊，好，跑题了吧？我们今天到底聊了这个聊今天到底聊了什么？我一开始只是讲一个初恋的故事，为什么会聊？就都怪笨叔，你看莫名其妙引入这个东西。不是我觉得但是今天的话题蛮深刻的了，对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咱们俩把笨叔逼到了墙角，笨叔为什么给自己挖了个坑？你们等一下下为我准备的话题。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们，可能你也有一样的人生课题那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人生就是各种选择嘛。那你会选择什么？我一直觉得人是自由的，不要被束缚住，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不要管别人怎么想。那只要你觉得问心无愧，不妨碍别人就做吧，因为人生就这几年而已，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对啊，好，那就结束吧，就是这样吧。今天到底，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刚刚到底聊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就是感觉，因为这集有冲突，然后有深刻的交流。我终于知道笨猪怕我了，哦耶！都还不知道茶树被什么裹挟着往前走，下次得对啊，我要聊的下次都还没聊到呢，下次再聊吧。好吧，那就到这啦，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